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陈可辛点评赵丽颖，才懂徐纪周当年话语含金量，原来如此。陈可辛夸赵丽颖两个西林像两个人，徐纪周7年前的预言要成真了。周末刷手机，突然被赵丽颖工作室的新动态杂中头像换成了西林小姐，宣传海报里幕布拉开，一个叼烟看远方，一个握笔写稿纸，这氛围感直接把人拽进民国。立式换头像比我改微信名还快，这波宣传效率我先夸魏静。说真的，这次立式的宣传是真下功夫了，从工作室头像到每日发的剧照，连海报美工都透着巧思，幕布、烟雾、稿纸这些小细节，把西林小姐台上悲欢的状态拿捏得死死的。就冲这用心程度，我都想帮着一起喊西林小姐冲呀！但真正让我坐直的是西林小姐的角色细节。宴会上被薛之武阴阳靠姿色迷男人，赵丽颖那眼神扫过去，先是冷静打量，然后吐出一句你怎么看我？我不在意，直接把那男的噎得说不出话。我当时在影院差点笑出声，这哪是柔弱女文人，分明是带刺的玫瑰，扎得人又疼又服。更觉得是西林的造型反差，前一秒还裹着华丽洋装像开屏的孔雀，下一秒把假发一摘，利落短发配素白脸颊。她在书桌前写稿，指尖的黄茧比任何台词都有力量。陈可辛导演说两个抽烟的西林像两个人，我算是懂了，这哪是造型区别，是演员把角色刻进骨子里了。说到演员功底，陈可辛导演最近的评价挺有意思。他说没教过丽颖怎么演，但监视器里就是对的。想起7年前徐纪周导演在胭脂采访里说的天才且无量，当时还有人觉得夸张，现在看是真准。从陆贞到许半夏，从电视剧到电影，赵丽颖的角色从来没重复过，每次都能让人眼前一亮，观众的眼睛最毒。电影首映时就有观众夸西林演得好，上映后影评里赵丽颖把西林演活了的评论越来越多。网上有人说7分钟戏份能影响电影好坏，我就纳闷了，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，哪管戏份长短。就像疯狂动物城的绵羊副市长，戏份不多但出圈到现在，西林小姐最近不也和他玩起二创联动了？徐纪周导演在赵丽颖二封金鹰事后时，鼓掌鼓得跟海报似的，还发微博说天才且无量，实至名归。这哪是夸人，分明是在说我7年前就说过吧。现在再看赵丽颖我极具名那张图，从北京这么大该去哪的女孩，到手握多部爆剧的演员，她的人生比任何大女主剧都精彩。最后想喊一嗓子，颖宝的存货快告急了，剧粉已经开始搓手等造成者的李秋平镇长了。但话说回来，演员的路走得稳才长远，毕竟像西林小姐这样能把你写进文章里的角色，可不是随便能演出来的。你觉得赵丽颖这次的西林小姐算不算天才且无量的又一次证明？2. 酱园弄热度飙升，明星阵容堪称豪华，情感深刻，引发观众共鸣。酱园弄这部电影咱们都瞧过没？这部电影今年简直火得不得了，从一开始公布消息到正式上映，整个过程热度像个火箭，一直往上冲。老实说，这电影的明星阵容简直是个大杀器，谁见了都忍不住想溜进去瞧瞧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片能把那么多大咖聚在一起。竟然这部啥元素都有的电影，评分竟然只拿了 5.9， 不到1周票房也才 2.43 亿，既不是跌倒的猪，也不是飞天的小鸟。这时候肯定有人在问，这电影到底值不值得咱们花时间去瞧瞧呢？这东西瞅一眼是最划算的。有些观众看完可能觉得乌烟瘴气，
结局也没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琢磨琢磨，这电影根本就不是让人爽歪歪的那种，主要是讲述当时那些女同胞们的艰辛，连人民文娱都被打动得不轻，亲自写了一篇超过1000字的评论文章，就是为了好好琢磨琢磨酱园弄。在这个怪异年代，女同志们打成一片，互相帮衬，10个字就把整部电影的真谛给抓住了，简直是直戳观众的心窝。瞧这部电影，可能没那些爽快的剧好看，但就是个让人琢磨心里的事儿，能让大家想一些深奥的东西。这部电影里那些女角色简直就是闪光点，比如那个被老公打后一发不可收拾的詹周氏，还有把笔当武器的女作家西林，和相互扶持的狱友王许梅。在老百姓眼里，酱园弄最牛的就是这剧本真是厉害了，居然把女性互助这种珍稀小火苗在时代裂缝里找着了。80年前的民国发生了个詹周氏杀夫案，这事儿可真是闹得沸沸扬扬，让人简直不敢想象，居然有女的敢下狠手对她老公动手。更搞笑的是，那时候各行各业的人居然齐刷刷站出来支持詹周氏。你还记得电影里的那些邻居、学生，还有一群女记者吗？他们刚开始就坚决认为，要是不找到头的地方，就不能给詹周洗白。2回法庭上，大家齐刷刷地为这位姐们呐喊助威，真是搞笑。这个女人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剧里就叫詹周氏，唯一一个名字还是为了替老公还债随便搪塞出来的。那啥，咋大家都对这个把自己老公干掉的女人投赞成票呢？那是女的不再藏着掖着，开始飙升啦。赵丽颖演的这个女作家西林，在职场上可真是个女汉子，连男人都得甘拜下风。她靠着那根笔杆子把同样是女人的詹周氏救出来，还替她发声呢。因为这位姑娘，让那个一直懦弱的詹周氏终于开窍了，才在第1次审判时一口气把真相都给吐露出来。雷佳音饰演的薛局长，自打第1次看到西林，就像找到了个笑话，不断嘲讽、骂人，还直接说西林跟路边摆摊的没啥区别。还有杨幂演的狱友王许梅，简直是光芒四射，有自己的亮点。刚开始大家觉得她就是个监狱里的女王，肯定不会管詹周氏的事，结果没想到一了解情况就心软了，竟想为詹周氏出把力，就把西林在报纸上写的那篇文章给詹周氏唠叨了一遍。正因为他在旁边陪着引导，詹周氏竟然在牢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暖心滋味。记得那时候詹周氏在牢里吃饭，碗里全是小石头，住的地方脏兮兮的，还得干活，他在那儿比外面还开心，多神奇呀！光是这些东西就能让坐在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感动得稀里哗啦。说完女儿们互相拉拉扯扯后，人民文娱又提到酱园弄从筹划到放映，每一步都是用心良苦。导演陈可辛这次真是放开手脚，毫不客气地把人性的黑白两面统统给大家摆出来，简直细腻得像在做刺绣。对啊，电影咋样全靠导演的眼光，演员、剧本、场景啥的，全都要看他是不是有那种品味和能力呢。酱园弄这一点做得贼溜，搭建的可是真实的上世纪40年代的小巷子，还有那种热闹喧嚣的街道，观众们看了简直就像自己回到过去一样。尤其是那些去电影院的朋友们，简直就像跳进了电影里面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跟拍戏似的。接下来就轮到那些爱演戏的人了。人民文娱说，这次章子怡的角色可真是她演艺生涯中的打破常规之作。赵丽颖的西林让人耳目一新，而杨幂的表演也很有看头。除了女演员之外，男的们也没让人掉链子，易烊千玺、李现那些家伙的表演也是牛得很，大家都看得见。在文章的尾巴上，人民文娱又一次给这部电影跪了，直夸酱园弄让观众们感受到厚重的岁月变迁，
人性关怀和浓浓的悲伤气息。无论怎样，这部电影看了也不亏。剧情没有那些爽快的小说来得痛快，但却能让人心里嘀咕很久。大家都来聊聊这部电影到底咋样吧。